Hello，大家好，我是 No 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强度排行榜。本周最多人使用的牌组是双神、蒂亚卢卡和阿尔宙斯，再来的是战锤龙和路卡利欧。本周千人比赛的冠军是双神、蒂亚卢卡和阿尔宙斯。本周的强度排行榜没有 T0 和 T3 牌组，只有 T1 和 T2 哦。这次的排行榜总共有6套水系的牌组。再次证明呢，这次的卡包加强了水系。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套 T1 的牌组，这是2只纯的帕路，3张的道具，2张小匣和2张猪背，1张的板木，2瓶伤药和2颗精灵球。那这次因为猪背的加入呢，导致整个水牌呢都直接崛起了。那现在的帕路只要小匣如果突然人品爆发，你也可以获胜，或者是说你慢慢手填给他，他其实也是可以获胜哦。是本周最高胜率的一套牌组哦。接下来的第二套，2张的起源帕路，2张的帕路，2张的马纳菲，带2张的小匣和2张的猪背。次日纳兹各带1张，叶子呢是各带2张的。然后这里是带了2张的斗篷哦，是要提高起源的生存能力。起源3颗能量呢，就有机会打出120的伤害哦。如果马纳菲起手，它是可以直接填能给我们的起源帕路跟帕路本身的，所以呢，他们2只都是可以直接作战的哦。起源呢，可以先去打出这个伤害，那就算伤害呢不是打120打60，我觉得也 OK 的。之后呢，只要我们帕路奇亚能量够了，我们就用叶子呢撤退我们的起源，再让帕路去打这个150的高爆发就 OK 了。猪背呢又可以帮他们回血，所以呢，现在的水牌组还是非常强势哦。再来的第3套阿尔宙斯搭配蒂亚卢卡还有梦幻跟1张的谢米哦，这就是我们的双神阵容啊。双神的使用率是本周最高的，很多玩家都开始带了梦幻了。那蒂亚卢卡可以帮阿尔宙斯跟梦幻去冲门啊。那最怕的是谢米起手哦，这是带了2张的头盔跟1张的斗篷啦。因为现在这个版本大家觉得带头盔是比较有优势的。通常现在大家都会缺一点点伤害，就可以把对方给带走，所以头盔是可以来弥补这个伤害的。这里呢是带了2张的板木，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阿尔宙斯呢，它只能打130的伤害啦。那如果是有板木的话，可以打140，可以秒掉更多的宝可梦哈。再加上我们是有梦幻的嘛，如果梦幻呢复制了阿尔宙斯的这个技能呢，它也只能打130，再加上板木呢，它可以拿140，这样子也可以秒掉对方的阿尔宙斯哦。如果你不想要下2张，你也可以把其中1张改成纳兹，也是 OK 的。这也带了2瓶的伤药，就是要确保呢他们不会受伤啦。只要你不会受伤，对方就没办法用次日把你抓出来嘛，所以是比较安全的哈。再来的是纯的极冻鸟，这次的极冻鸟呢跟上一周是一模一样哦，也是带了1张的火星啦。那这一套我们就不多说了，非常的强，只要前期小匣有给力，那基本上呢就很无敌啊。就算小匣不来呢，猪背能让他们提高生存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哈。当然呢，这里的你要戴2个头盔其实也 OK 的。但是现在的帕路比较多嘛，所以你们可能戴斗篷，避免帕路一拳把你们150秒掉，也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哈。好，接下来是战锤龙跟路卡利欧，战锤龙跟路卡利欧也是蛮多人使用的哈。那他们的强度呢也是非常的高。这一次的是带了素材怪跟马夏多各1张，然后次日纳兹是各1张的，1张的通信，还有1张的速度强化。因为我们的素材怪需要2颗撤退能量的。有可能他上去了，那我们要撤退的话，他就没办法撤退，速度强化就可以给他做一个撤退哦。那后期呢，只要把战锤龙做出来了，就可以打出非常高这个爆发啦。中间呢，还是可以用路卡利欧跟这个素材怪，或者是马夏多去做牵制的哈。然后再接下来的是尖牙龙和阿尔宙斯，还有谢米。再来1张是洛托姆。尖牙龙是只要后面有阿尔宙斯存在呢，它就可以打50点的伤害哦，1颗能量打50还是蛮不错的。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养这个阿尔宙斯了。谢米是可以让我们的阿尔宙斯撤退，只需要1费。尖牙龙呢也不需要撤退的能量。然后洛托姆呢打后排20点的伤害，有神的话它也不需要撤退。那当然呢，如果是有谢米的，它也不需要这个撤退能量哦。所以是带了2个头盔来弥补呢这个伤害不足的问题。1张的次日再加2张的纳兹，还带了1张的板木吧，因为像刚刚讲的嘛，阿尔宙斯有可能伤害会有缺哦，或者是说我们起手呢这个尖牙龙呢打50可能秒不掉对方基础宝可梦，这样子呢加了板木呢就可以秒掉60血的基础宝可梦哦。接下来就是叉字符和达克莱伊还有阿尔宙斯，这里的是再多加了赤面龙啊。
四面龙去扛伤害，阿尔宙斯可以养在后面，达克莱伊你也可以用他的被动，超制服出来了，你可以用达克莱伊跟超制服的这个被动呢去消耗对方，每回合造成50点的伤害，还是非常的可观哦。好，接下来一套呢，就是艾露雷朵再加飞腿狼和1张的素材怪，那这也是带了2张的头盔的，因为艾露雷朵呢，有可能它的伤害会不够啊，如果是面对那些能量比较少的，可以帮补一下我们的伤害。素材怪呢，可以1颗能量有机会打对方 ES 宝可梦50嘛，前期也可以来站台作战，然后飞腿狼呢就可以踢对方的后面，踢对方要养的，比如说是阿尔宙斯，然后你就用飞腿狼去踢他，之后呢，你们再用次日把它抓出来，再用艾露把它收走就好了。毕竟现在的斗系呢还蛮克制阿尔宙斯的齁。好，再来的就是我们上一代的版本之王达克莱伊再加自爆齿怪还有四面龙啊。那这一套在目前来讲的游玩的玩家其实没有到特别多啊，可能大家还是想要体验新的牌组啊，但是呢其实它的强度呢还是非常的强哦。如果说你们没有抽到新牌的这一套牌组还是可以继续的玩下去啊。好，接下来就是 T2 的牌组。第一套马纽拉达克莱伊，就是打一个速攻流的，我们可以把能量填给达克莱伊，再用小光把能量转给马纽拉，就可以直接打出90点的伤害哦。这里没有放叶子，是放了速度强化，因为是怕说我们刚好用到小光或者是次日会卡到。当然，你如果想要带叶子，其实也是可以换成叶子的哦。好，再来的就是帕路奇亚、极冻鸟跟马纳菲。马纳菲可以帮极冻鸟跟帕路奇亚呢去充能，那他们也是可以各自打出他们的最高伤害啦。那一样呢，是因为有猪背呢，他们生存能力就非常的高哦。这里都放了1张的次日，毕竟极冻鸟跟帕路都是可以打到后排的，所以1张次日呢基本上就够用了。如果你是想要多放1张纳兹的，你可以把1张的伤药改成纳兹啊。接下来的第2套呢，一样也是帕路奇亚、马纳菲还有水翼部。那这里的就是我们传统的帕路奇亚牌组。这次呢，因为有猪背的加入了，所以呢，它整体的又起来了哈。第一步呢，我看很多人呢还是使用这个稳定的20啦。当然，你想要玩那个硬币赌的，有可能会有奇迹，那你们也可以去换那一只是 OK 的哈。然后这次放了1张的猪背，因为呢它位置不太够了，毕竟牌太多了嘛。你也可以放2张猪背，放1张小匣也是可以哦，这是看大家怎么去玩吧。然后这也是带了2张的斗篷，我觉得是没问题。好，再来的也就是今天水系的最后一套牌组暴鲤龙，暴鲤龙再加甲贺忍蛙还有四面龙。那这一套呢是跟以往的暴鲤龙牌组是一模一样的，也是一样呢，没有加猪背。那原因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呢没有位置了。相信大家如果有看我直播的也知道呢，其实现在暴鲤龙呢是可以不带小匣的，不带小匣的话呢，就是把这2张小匣改成猪背。当然，你想要带1张小匣跟1张猪背也是 OK 的。好，再来的是耶诞树和史拉比啦。那这一套呢，也算是上个版本的王者之一啊。好，那这一次呢，因为新牌的优势有点高，那导致呢，大家可能就比较少玩这个耶诞树了。这套牌组呢，就是耶诞树其实还是蛮强势的，在现在的版本来说。再来是夜伊布史拉比。这个夜一步就是只要我们起手把能量填给伊布，然后呢下个回合呢我们再手填1颗给夜一步净化之后呢再用特性给自己，它这样子它就可以凑齐这3颗能量，就可以直接打70了哈。接下来的每一个回合呢它都可以把特性呢填给史拉比，那我们再手填给史拉比，所以又等于每一个回合我们都可以填2颗能量给史拉比。那前期有夜一步去打这个速攻伤害，然后后面呢就用史拉比来收尾，所以这套呢还是蛮不错的。那它比较怕的就是说它有可能会卡这个夜一步啦。那这次上了1张的通信，我觉得带2张通信其实也是可以的哈。接下来的是烈焰猴，跟上一周是几乎差不多一样的，只是说这次呢多带了这个洛托姆啊，阿尔宙斯存在的话呢，它是不需要撤退能量的哦。这里的宝可梦呢都不需要撤退能量，那再搭配烈焰猴也不需要的，所以呢。他们可以无限的循环一直撤退啊，毕竟烈焰猴呢它是有一个空窗期的嘛。这一套牌组的命门就是这个阿尔宙斯啊，阿尔宙斯呢如果提早被对方解决掉的话呢，其实呢是比较难打的，但是也不是说不能打，接下来就是只能靠烈焰猴自己呢去战斗。这套牌组的目前胜率是还可以的哦。好，接下来的也就是我们 T2 的最后一套牌组呢，喷火龙。这套喷火龙呢，跟上一周喷火龙是一模一样的，一样是带了1张的谢米和1张的火星。这个喷火龙呢，我们就不多解释了，毕竟是老朋友了吧。那当然，如果你怕谢米起手会卡住了，你其实也可以把谢米给换掉。那谢米的好处就是说，它可以一直帮我们补血，那这样子的我们出来的喷火龙就会比较健康，或者说会防止对方用次日把它抓出来打哦。
本周的强度排行榜呢是没有 T3 的嘛，所以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补2套，就是差一点点上榜的，就是说他们的使用率不达标，是 0.9% 啦。第一套呢一样是这个暴鲤龙再加赤面龙和1张的代兽，这个呢是没有带甲贺忍蛙的。接下来的最后一套是盔甲鸟、吉多兰恩和自爆此怪，玩的人也非常的少，但是呢胜率呢还是蛮不错的。为了防止卡牌呢是放了1张的通信哦，当然你不想要放板木的，你要把它改成次日，其实也是可以的哦。好，那本周的强度排行榜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有什么看法和想法的，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哦，大家拜拜。No 个影片不约 ，No 快看 ，No 个直播 ，Live show，No 立刻订阅 ，No 个不约。